我是玛雅，欢迎收看玛雅的手作时光。那上周的长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？那我就过得蛮充实的，因为我有去参加我们社区的国庆日庆祝会，那也做了一些手工。那今天呢，玛雅就会教大家制作一个我刚刚学到的一个手工，就是我们的圆形编织。那我们今天会用圆形的编织法来制作一个杯垫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需要的材料有一个纸盘、一些缎带，还有一些毛线。然后我们需要的工具呢，就有一些胶带、一支马克笔，还有一把剪刀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制作一个圆形的织布器。那织布器的做法很简单，我们先在纸盘的外围画出均等距离的记号，然后记号的数量呢必须是奇数的，所以我这个纸盘上面已经有9个记号了。那做好的记号之后呢，我们就将记号用个小剪刀剪一个小孔。记号上面剪出小口之后呢，我们将毛线的一端用胶纸贴在纸盘的后面，然后将毛线透过其中一个小口夹好，然后将毛线呢拉到另外一头的小口夹好。然后我们再以另外一边穿过来，再穿过去。当你们穿到最后一个小孔之后呢，你发现到所有的小孔都已经有线了。那我们将这条线呢，先套在最先的那个小口上面，然后我们将我们的毛线剪断，再用我们的胶纸固定好。我们的织布器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编织了。首先我们会在那个第一个口上面的2条线的地方开始，我们会将缎带把这2条线绑好，记得要绑个死结，防止我们的缎带在编织的过程中脱落哦。绑好之后呢，我们稍微将它往下移一下，这样我们的毛线就会在我们纸盘的中间交叉。现在我们就开始编织。我们先将缎带穿入第1条线的下方，然后套过第2条线的上方，再穿入第3条线的下方，然后以此类推。当我们织到缎带要完的时候呢，我们留一小段，然后将另外一条缎带和现有的缎带绑一个死结，然后我们再继续编织。编织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将缎带绑在毛线上面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将我们的毛线剪断。将我们的杯垫剪出来之后呢，我们把之前的那些毛线和它隔壁的那条毛线绑在一起，绑个死结。将所有的线绑好之后呢，我们将它们剪短，然后将它们塞在我们杯垫的底部。当
所有的毛线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将我们的杯垫反过来，将之前那些打结的部分露出来的缎带稍微修剪一下，然后将那些凸露出来多余的部分塞进我们缎带之间的缝隙。那我们的杯垫就做好了。那我们今天的手工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如果家里有多余的缎带，不妨将它制作成一个杯垫哦。今天我们只是用了9条线做成了编织的骨架如果想让我们的编织更完整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增加我们剪出来的那些小孔，但是要记着这些小孔一定要是奇数的，如果是偶数的话呢，我们的编织就没有办法进行，所以这是要注意的一点那我们今天的手工就到此为止了，那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